被侍卫清军2万，随驾河东。陛下。朕亲自去会这个刘崇。朝廷使团到杭州了。顾身边眼下还离不得如玉宫这个元帅府判官。诺。为广顺3年，岁次癸丑10月甲午朔，念6日己未。皇帝若曰：朕诚有汉之乱政，诚统于丧离，尊圣道于王化，谨行缓复，以吴越居右，宣抚东南，待有得焉。兹尔天下兵马元帅，领镇东、镇海2军节度使，杭州越州大都督，上柱国吴越国前弘处，开国成家者60年，奉天朝之师律，勤修贡事。侧耳为吴越国王，天下兵马都元帅，拜太尉、尚书令。食邑3万户，食封1800户，福禄无穷，宜绝百世，敬之哉！吾替朕命。臣钱弘处奉诏谢恩。参拜元帅。李相公免礼，诸公免礼。请李相公及诸位使臣暂回驿馆歇息。谢元帅。如何啊？若以之间驿馆论之，怕是远不及金陵啊。文博，你也太促狭了些吧？见微而知著。吴越之地，官衙馆舍简约质朴，然四面皆寺，喧沸熙攘。既有长安东西、洛阳南北之旧貌，只此一条，便远胜南唐多矣。定下来是谁和你我来谈了吗？丞相府丞相袁德昭，元帅府判官慎文启。一主内政，一主共事，这礼数上都周全得紧呀。可惜了，何该当面称一称这少年吴越王的根底啊？无妨。临行之际，冯令公有所交代，郡王和赵元朗皆与这位大王有旧，让赵元朗去称。哎呀，还是吴越的酒喝得舒心呐。该说不说，你这大王做的是越来越有模样了。千头万绪，偏生还急不得。大事小事，只能从头慢慢收拾。都一样。小乙哥那儿也是一堆琐细事。官家身子不好，不做朝了，大事小情都得萧乙哥做主，一天也睡不得2个时辰。小乙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，他做这些事儿不奇怪。可我呢，自幼顽劣、懒散，赶鸭子上架做了这个大王，偏生坚壁又瘦弱，撑不起偌大的局面。莫要自谦。此番出使，我们却是自扬州而来，所见朱门大户却是袍服，可是寻常人家，衣不蔽体，物无片瓦，家无余粮。相比之下，我们来到吴越，自伯夷坞下船，我听闻也就是3、4年的光景，你将那伯夷坞翻了个5、6倍之大，且有万人跳卖营生，单凭这一点，你就比你的兄长做得好。那也是有6哥在先啊。是。
其实也没那么好。库府钱粮也没多出多少，民间钱帛往来、商事贸易多了许多，这倒是真的。府库中并无多余的钱粮可数。袁相公何必狂语？此行一路之上，所闻所见，吴越之富庶，即天下之冠。再说，朝廷也不是白要吴越之粮，这不是贡食，是贸易。尽朝廷所有，只要东南所需，皆可贸易，包括兵甲在内。国中不缺兵甲。李相公、王师仪，袁相公所言俱是实情。实不相瞒，国中正在裁军。裁军？袁老兄，此番官家和小乙哥遣李相公出使东南，究竟所为何来？想带你回京师，去京师里做你的大王。每个月朔望日，天蒙蒙亮，与我一同站到那明德门外去吹冷风。那可是好啊！那御史台的台玉我还没住够呢，这都半年的光景，整整胖了10斤有余。汴梁的食水养人呐，想得美！小乙哥那儿恨不得一个人分成5个用。我是帮不上他许多，你若能在，定能助他一臂之力。算了，不痴人说梦了。此番出使，实则是为了南梁北输的事情，也顺便看看吴越国是否可图吧。你当真这么想？小乙哥如今不再是河东郡的藩子，是执掌天下、监理国政的储君，便是寻常的中才之主，连做梦都想着江山一统，更何况是小乙哥这等雄才大略、心系天下的英雄。此次你确实猜错了。能让他夙夜忧心的，不是什么破狮子天下，而是民生。莱州海贸，就是开辟自明州到莱州的海贸航线。当年大王游历京师，走的便是这条海路。可惜当年京师灌溉云集，将门勋贵比比皆是，垄断商路。再加上又有地方上的藩镇林立，货物从明州到莱州容易，从莱州到京师，却要历经重重关卡，忍受几十层的盘剥。只要陆路和海路都通了，南梁北输便不是妄想。吴越国中，春秋2岁，能输送多少粮食北上？袁相公没有打诳语，国中府库并没有多余的存粮，多余的粮食都在民间。如玉的意思是说，只要开了莱州海贸，民间商贾自家便会把粮食从明州走海路运往京师。做不到。方才下官说了，要是这条商路通起来，朝廷需先做到一件事。对，免税。只要朝廷肯免去这条商路上所有商贾的税赋，海上路上全面，穿州过县皆无阻碍，东南的粮米便会如同钱塘大潮一般，汹涌北流。到那个时候，官家和小乙哥再无荒年之忧。你可知，
京师每岁春秋两季所需多少粮米？海上运输运得了那许多？那元朗兄可知，只明州外海黄龙社一家，每岁往东营平安京运的粮米有多少？哎呀，那大碗小弟能吃得了多少？只是个中原天子。万世之租，其来就矣。用度所出，为皇削除。征算之条，当从宽减。为国之计，实足是先。自今，株洲府跳卖商贾凡输往京师之米谷卖的，有户部开具谍照。各州县博弈物进行捐免其赋。此6条自广顺4年正月起施行。请大王奏准。用席。下官已具表彰，回返京师之后，必当陈奏天子，自莱州之汴梁，凡持吴越国户部谍照之商贾，其赋税捐书，尽皆免之。若有各州县官吏阻挠牵绊，横加勒索，朝廷当不令极刑，以诛之。此番真是解了萧逸哥一种心头大事。那另一件心头大事，萧逸哥当真只字未提吗？若真让你纳土，你肯吗？我倒是想过，但做了大王之后才明白，纳土之事没那么容易。因为中间还隔着一个南唐。抛开别的先不说，只一点，这不是自家的东西，我自家说了不算。前世不是吴越之主，是吴越之共主罢了。大王，启禀大王，京师来的红绫赤宝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天子圣公不悦，怕是要大刑了。河山之故，怎得不再显？江山社稷，不是长枪大捷，也不是兵马钱粮，是水旱之年，赈灾的官府，是小康人家的各月粮米，是勤劳可得富贵，良善能行天下的太平年纪。
时，便向太平年。晋王戎天中瑞哲，神授鹰旗，自列王藩，为政清肃，授以神器，实为长君，可于就前继皇帝位，以中书令齐国公冯道充山陵使，加审太师，领所务从简肃，应援山陵义利人将，并须合固，不计近远，不得差配百姓。领取须用石柱废人工，只以砖代之。用瓦官纸衣入陵之时，召进税户30家为陵户。下士前揭开瓦官，辨识过陵内，切不得伤他人命。更赖将相协力，中外同心，共辅乃君，永光批作，主者施行。瓦片为官，麻纸为衣。堂堂一朝开国天子，丧仪简薄如此，实在是历朝所罕见。朝廷没钱。公元954年正月，郭荣继位，史称周世宗。北汉世祖刘崇闻讯，断定周天子心力，无力征战，于是遣使通好契丹，自称直皇帝，借契丹大军合攻后周。北汉一朝举国之兵总数不超过4万，其中野战之兵呢不足3万。可称精锐者为张元辉、李存圭2部，其余的便不足虑了。不是河东，是河北。陛下，臣猜测，耶律狄禄出兵河东，助战刘家是假，实则是要吸引朝廷兵马西去。彼时，朝廷大军云集河东，河北州郡兵力虚空。耶律塔列自幽州出兵，月余兵锋便可抵达澶州。澶州一下，大河天险形同虚设，京师怕是要再遭一番7年前的危局。河北用重兵，河东用偏师。官家，臣率诸将北上，醒渊谷、高平关，以拒北汉。你要多少兵？总要留几千兵拱卫京师。2万，2万已是极限。都是些在侍卫清军混了10几年的老兵油子，你镇得住他们吗？节约在手，臣勉力为之。 2万兵马，要对阵北汉的倾国之兵，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契丹的援军。倘若这群丘巴在战场上临阵未死，不肯用兵，你们镇得住他们吗？被侍卫清军2万，随驾河东。陛下，陛下。 朕亲自去会这个刘崇。陛下，河东之事，北方罪而小国，地不过10州，户不过3万。陛下遣一大将，发兵伐之足矣，何劳陛下御驾亲征？令公，刘家老贼此时兴兵。 摆明了是欺朕年轻，以为父皇宴驾，新帝不懂割毛，不敢应战。纵使朕能忍，只怕大清皇帝陛下亦不能忍。陛下舍却民生庶政，一意以身犯险，恐怕反倒
有负大行皇帝托付之重任。令公，朕绝非轻敌，朕只是不想躲在这汴梁城中，为刘家老贼所笑。想守住大周朝的基业，朕必须向天下臣民证明，朕非但有这个资格，同样也有这个能力。只有这样，那些暗流涌动的异心异志，才能消弭于无形，社稷百姓才会少经些刀兵之苦。陛下的心是好的，然则陛下少经战阵，与先帝不同。兵凶战危，容不得半点疏失。陛下自家能冒得了这个险，而朝廷却冒不了这个险。老臣昏聩，蒙大行皇帝以陛下相托付。若老臣坐视陛下自导险地而不行正谏，日后老臣实无脸面见大行皇帝于九泉之下。润州一线的防务要加强，从杭州调3都兵力过去，沿途有西府、秀州、中吴的节度使司，供应粮秣给养。湖州一锦军到衢州一线也要戒备，全军销甲，足兵足额足饷。两县北边，当在秀州、婺州设立2个独立的转运使司，提调粮秣、甲械、辎重诸事。要备边，备的其实不是苏州、润州，也不是睦州、湖州，要备的是河东、河北。大王不是天子，不可僭越。北面之事，非我吴越前世当思之事。姑父，吴越为这天下之一角，若这天都崩了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这天早就崩了。大王，臣活了90多岁，眼见着中原乱了90多年。老王和几代先王，雄姿奋武，呕心沥血，也只保得东南13州的太平。中原的事儿，吴越管不了，也不能管。历代先王神武，善事中原大国，善抚东南百姓，百般艰难，方有我吴越如今之太平年景。大王所言甚是。胡令公，姑父，若此番契丹联合北汉刘家和南唐李家，南北合击中原，一旦当今天子再如当年晋主那般兵败如山倒，那么中原州郡变成了契丹的墓园猎场了。那下一个又会轮到谁？孤有自知之明，吴越小国寡民，便不给朝廷和天子添乱了。但若南唐君臣存下了这般给朝廷和天子添乱的心思，那孤也断不能容。诺。诺。一旦南唐与北汉勾连，甚至沆瀣一气，齐大军趁着官家亲征，自寿州北上，使王师腹背受敌，首尾不能相顾，京师局面危如累卵啊！但若留下一支兵马南下备边，急切之间，北征的兵力却又不够了。不必留下兵马备边。莱州到杭州的海路通了吧？已经通了，
南北商贾货物往来不过旬月，极为便利。给杭州发一封国信。请大元帅提兵北上，经略长江，看住南唐兵马。就一句话，有吴地在，绝不会让南边的一兵一卒越过淮河以北。